美新参谋长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把火烧向中国。为何说中国让美国失声？国际人士点评，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美国新空军参谋长弗兰克·肯德尔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把火烧向中国，认为美国空军受到了预算的限制，自认为对中国有很多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的军事科技现代化。为此，他为美国空军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空军参谋长肯德尔在独家采访中指出，美国空军的目标应该是部署吓唬中国的那种跨越式技术。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他说服国会，让国会允许我们退役旧飞机。空军受到了过多限制，虽然这比较困难，但为了避免长期缓慢地滑入能力较弱的部队，我们必须向前迈进。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我们这样做。肯德尔认为中国的行动比美国的要快，所以必须立即行动。肯德尔指出，F-35的 Block 4升级等计划，联网自主系统和人工智能都有可能威胁到中国，甚至在采访中称赞到了部分被曝光的是 B-21轰炸机。他认为这款战机是令人生畏的，将非常有能力。如果美国国会批准他的提议，那么首先就要淘汰旧飞机，来为新兴技术腾出资金。显然，他们没有处理旧飞机合适的途径。美国捉襟见肘的预算会让他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拿中国威胁论来拿到更多预算，美国空军也不是第一次。产生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落后的飞机没有淘汰，导致新的飞机不能够装备到空军。美国想通过什么跨越式技术来恫吓中国呢？美国空军一直试图通过人工智能、全域指挥和控制以及自主系统等提升空军实力。此前，美军机一直处于领头羊的地位。即便是这样，美军依然没满足。但美国的技术优势正逐步被中国赶超，甚至中国的黑科技能够让美失声。美国放弃了电磁炮项目，不是一个例证吗？由于落后中国太多而不得不放弃的项目，不仅仅是这一个项目，难怪有国际人士评论道，美国在很多项目上已经需要向中国学习了。中国岂是美国的军工技术就能唬住的？就是在中国最艰难的建国初期，也没有怕过美国。在中美双方多次战场上的较量，让美国逐渐尊重中国。中国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中国绝不允许再遭被人欺负。美国企图吓唬中国的想法是危险的。美国在站在自身立场的同时，也应考虑他国的感受。美国在阿富汗还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吗？军事装备的优势也许会给美国带来一时的胜利，但并不能带来长久的胜利。任何侵略行为终将成为埋葬野心的坟墓。美国在世界上的糟糕表现，也许只有挥舞拳头才能吸引眼球，但中国的拳头比美国还硬。美国想虚张声势吓唬人，首先看看中国的脸色吧。尽管在印度疫情期间，中国多次出手援助，但印度社会对于中国还是充斥着大量恶意。如今有消息证实，印度还在幻想妄图偷袭中国边境。综合环球网、南华早报在最近几天的消息，印度国内一个很大规模的施工团队近期频繁在中印边境地区施工，修建战略通道，目前正在紧急修建位于中印边境列城地区的卡东拉山口的战略通道。一旦建成，那么在战时就能够方便印度快速将装甲部队运往中印前线地区，对中国来说将造成不小的麻烦。据南华早报透露，这支团队是由印度军方资助，存在正式编制的边境道路组织 BRO。因为高原环境问题，这个施工团队的主要人员全部来自于靠近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活的当地人。因为印度军方的压力，这支团队每天要顶着高海拔的高原反应，施工近9个小时。尽管目前喜马拉雅山脉还在夏季，但是喀东拉山口的气温已经降到0°C以下。必须要提到的是，原本在2020年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核心矛盾就是印度擅自在中印边境修建这种战略通道，甚至主动越境，被我国边防部队发现，导致边境冲突。印度自建国以来就信奉极端的扩张主义，与英国殖民时期如出一辙。在建国的一段时间里，印度经常性对周边国家不宣而战，偷袭他国边防哨所，偷偷越境修建防御工事，以制造占领的既定事实。与中国多次边境谈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10来次会谈都是在拖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对峙期间，印度开启了一个名为索吉拉的隧道项目，直接打通山脉，连接印度内陆和中印边境。这个战略通道的打通意味着规避了卫星视野，印度可以随时向前线增兵，随时偷袭中国边境。这也是印度扩张主义惯用的手法。在今年6月，就有消息显示，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对外宣布，印度通向中印边境的交通网络要建造总里程接近6万公里的战略通道，560公里的桥梁里程，19个机场和4条穿山隧道。而恰逢此时，有消息显示，
印度腹地通向中印前线的12条战略通道刚刚被打通，而如今中印边境又传来的坏消息已经向我们证明，尽管经历了多次边境摩擦，但印度依旧没有放弃幻想，借着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妄图偷袭中国边境。对付印度怀柔是没有意义的，感动的也只有中国自己而已。印度拼凑起来的文化对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只有下狠手让印度直面亡国处境，才能让他们安分。干得漂亮！这一次055型驱逐舰穿越对马海峡，是对日舰闯南沙最好的回应。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日本自卫队综合幕僚监部8月23日消息称，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的055型驱逐舰101南昌舰、052D 型驱逐舰119贵阳舰和903A 型综合补给舰通过对马海峡北上进入日本海。日本紧急出动了春雨号驱逐舰和2架 P1 侦察机，进行了监视和情报搜集工作。从日本拍摄的图片来看，这次日本御用摄影师这次的拍摄技术不怎么样，都没有拍清楚。世界上最先进的驱逐舰055型南昌舰，航速约32节，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号航母动力装置相当。其增程制导炮弹射程高达100千米，装备112个单元新型冷热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国产反潜、反舰、巡航等几乎所有的海军导弹。我海军在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为了打击某些国家激进分子的嚣张气焰。美国拉拢了一帮小弟在中国周边寻衅滋事，蓄意激化矛盾，以为人多就能威慑到中国。这次中国3艘军舰穿越过对马海峡，美日英慌了。首先慌的是美国没想到美国举行大规模演习2021，号称全球之最，想以此来宣扬美军的强大，用来威慑中俄。但中国进行了巧妙的回击，既没有激化矛盾，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次穿越是对美国最好的回应。英国也慌了，原因是英国此前叫嚣要去南海滋事，但由于我军的有效应对没能成功。目前英军只求自保，以防被我军进行猎杀。日本应该是最慌张的，为什么日本如此紧张？日本外长曾称，美国和英国是日本邀请过来对中国进行施压的。英国为了不触碰中国的敏感神经，选择不穿越台湾海峡，抵达美国关岛基地，而日本竟派濑户号驱逐舰闯南沙进行挑衅。日本要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日本以为有了美国的撑腰就能横行西太平洋，显然日本严重低估了中国海军的实力。随次055型驱逐舰等3艘军舰穿越对马海峡，就是对日本无知的反击，这是对日本濑户户最好的回应，干得漂亮。如果今后日本还对中国冒犯行为，那么等待日本的可就不是穿越对马海峡那么简单。日本宁愿当美英的狗，也不愿把自己当人。中国这次的航行自由应该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如果美日英滥用航行自由，那么中国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受疼了，可不要后悔自己当初的无知和无力。解放军055万吨大驱直插日本腹地，俄罗斯轰炸机也出现在日本海，但又为何说中俄如此默契？不仅仅只是为了针对日本。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此前，我军一艘056型护卫舰出现在对马海峡，这令日本方面非常紧张，立即派出了驱逐舰和巡逻机对我军机进行监视。没想到几天之后，有着我国海军最强驱逐舰之称的055万吨大驱也出现在了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这相当于进入了日本的腹地，这对日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据环球时报报道，8月22号，一支由3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出现在对马海峡。据日本方面公布的照片来看，这支舰队是由我国海军052D 驱逐舰贵阳舰、055型驱逐舰南昌舰和一艘大型的海上补给舰组成。据日本防卫省称，这支中国舰队在通过对马海峡以后，向东进入了日本海。不仅仅是我国，这次俄罗斯也非常有默契的派出了轰炸机前往日本海。据俄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2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18号在日本海中立海域进行了飞行任务，并且派遣了苏35战机为其进行护航。在外界看来，中俄两国同时出现在日本海海域，默契十足。不仅仅是针对日本这么简单，有分析师指出，以日本自卫队目前的能力，并不足以引起中俄两国的共同重视。中俄此次默契十足的派遣舰机前往日本海，很可能是拿日本开刀，对美韩近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的一种回应。据韩国媒体报道，美韩两国在8月16号开启了为期9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此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表面上看针对中国的成分居多，实质上对俄罗斯同样威胁巨大。在欧洲，美国拉拢北约的盟友，已经对俄几乎形成包围之势，而且日韩地理位置又临近俄罗斯远东海岸，未来俄罗斯很有可能面临美国及其盟友的东西夹击。对于我国来说，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美日联手针对我国就不用说了，最近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也加入了这个同盟。通过此次美韩联合演习来看，韩国很可能会彻底倒向美国。
所以说，中俄两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和其盟友的共同威胁。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中俄两国舰机频繁出现在日本海域，很可能是针对美国及盟友的一种警告。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越是敌视，中俄间的联系就越是紧密。面对中俄两大国的联手，美国没有好果子吃，同时在警告韩国，得罪中俄只会招来中俄的怒火，韩国承受不住。奉劝韩国能够保持自主，不要成为美国的一枚棋子。毕竟美国抛弃盟友的例子数不胜数，关键时刻美国靠不住已经在中东地区被证实。盲目的追随美国，最终受伤的将是韩国自己。